大家好，下面由我来演示一下螳螂刀的一个操作方法。首先在操作之前啊，我们要给自己做一个定位线，画一下线。那么在中间这个位置一分为2，然后沿着嘴角过来啊。正常我们要用白色的画线笔，但是现在为了教学视频，我们就用黑色的啊。这个地方画到嘴角一扁指这个位置啊，半指也可以，这样画到耳上。从耳下到耳中，经过耳中到耳上，然后这个位置一分为2，嘴角这个斜着45度画下来，然后从嘴角向上到鼻翼，鼻翼到眼眶骨边缘眼眶骨边缘这样画过来，一直到我们的眉尾，眉尾斜着45度连接到耳上这个位置。听宫、听会、听门3个穴位要避开，然后在耳软骨一扁指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这个苹果肌这个位置也是一样，一分为2。然后眉尾斜向上45度，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太阳穴，沿着我们的眉骨边缘进行画线。这个是我们的印堂穴，我们尽量避开，然后到达额头，额头这样画下来，这个也可以一分为2。这个定位线呢没有治疗作用，但是在我们操作的过程中，它会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功效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是以打线的形式，然后让它形成密集的凝结点。这个时候有这个边框作为依托，有作为参照，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落到空隙。下面我们来操作4.5的操作头，先调节能量。那么一般男性的承痛力呢要比女性的要低一点，女性一般在0.8左右起，那么男士是在0.5左右起。那么我们现在用0.4这个停留时间0.5S， 长度25点间距为1.5，用我们的正常模式就可以了。然后点击开始。在操作之前一定要涂抹够足够的凝胶大概的厚度为1块钱硬币的厚度。涂匀凝胶以后，先在客户肉多的地方打3发进行能量测试，一边做一边询问客户能量是否能接受。现在这个能量能接受吗？可以，有点小。好，0.4的能量不是很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调高到0.5，点击暂停，调到0.5一个格一个格的向上调。现在是0.5的能量，然后再打2发，问一下客户这个能量能承受吗？可以。有感觉吗？有热感。好，正常的话有温热和酸刺感，这个都属于正常的它运用的原理是高能量聚焦超声波每秒钟的振动幅度在2万赫兹以上。那么这么高的一个振动频率会带动皮下的细胞做这个剧烈摩擦运动，会产生一个高热现象65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只有这个温度它才会瞬间收紧筋膜层。然后在这个位置一定要一发紧挨着一发。做的时候如果比较松弛的人可以一只手辅助向上托起。操作的过程中也是一样我们的手柄是微微从下往上用力但是一定是定点式操作，也叫盖章式操作。横着打3到4排，然后这样竖着做。竖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密集一点。做之前呢，一定要留好客户的操作前照片正面拍2张照片，侧面拍2张。这样的话，我们操作完以后才可以进行P图，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皮肤的一个变化和一个这个状态的改善。
这个能量还能再加吗？不加了。好。可以的。在客户能承受的最大的，然后最舒服的值操作啊，就是说一定要让客户有感觉，但是还一定是在客户能承受的范围内操作。记住，在嘴角以外这个地方都要提升着操作，在嘴角下面这个位置就不要提升啊，直接平着操作就可以。那么这一个部位大概横竖为1遍，大概每个头打3遍，三遍啊，就是说有一些，比方说1.5表皮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我们1.5可以少打2遍啊。然后做完了咬肌这个位置，到达我们的一个苹果肌操作。苹果肌操作啊，首先看一下法令纹这个位置，在有法令纹的这个位置固定操作。然后苹果肌这个位置平着操作，这样一直打到我们的中庭。那么人是分3庭的嘛？那么4.5比较深度比较深，一般做的是我们的下庭和中庭上半段。然后做到中庭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改到3.0的啊。也是横着打完了，竖着打。不能打鼻子啊，还有我们眼眶内是坚决不能操作的，然后嘴唇也不能操作，耳软骨也要避开。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太阳穴这个位置不能用4.5和3.0的去操作，但是如果有很多眼角纹的话，我们可以用2.0或者1.5去操作，能量不要打太高。好，4.5的下庭和中庭上半段、下半段做完以后，那么我们现在到3.0的操作，然后也是点击关闭就可以啊，很好。然后把我们的3.0的一个治疗层拿起来，首先也是调节能量。那么到了3.0，更接近于我们的表皮这个位置，我们还是用0.4给客户起，其他的不变。好，3.0的也是可以全脸操作的，还是同样在我们客户肉多的地方，咬肌的位置打2到3发，测试一下能量。这个能量可以操作吗？可以。好，可以操作，一样，先在下巴这个位置，啊，然后下一个。那么距离嘴角一点指的位置我们是不操作的，但是你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压到嘴角了？实际上我们能量输出只有在中间这一条，在这个2.5厘米之间输出能量，前面这个是没有能量的啊，所以压上也没有关系。横着做完还是一样竖着的。特别松弛的一样也是可以一只手进行辅助啊。好，那么3.0的做完以后，我们把这个点击一下暂停啊。
把我们的2.0眼周拿出来。2.0主要是做我们的眼周啊。放好以后，把凝胶涂匀。那么2.0的话呢，做眼周就用最低能量起啊，最低能量一点点往高调就行。最低能量值是0.1，然后我们点击开始。好，在眼下啊，眼眶外下面鼻侧边缘，苹果肌的位置先打2发，给客户做一下测试，这个能量能不能接受？可以。啊，能再加吗？不用加。好嘞，然后用一只手推一下鼻翼边缘，然后把皱纹打开，然后摸一下眼眶骨的位置，然后在眼眶骨边缘，沿着眼眶骨边缘做2排到3排，从上往下做。啊，如果他眼纹比较严重的，我们需要用刀头进行左右去摇晃，把这个皱纹打开，然后再操作。好，那么到眼尾纹也是一样，有皱纹的需要左右移动，将皱纹打开，然后在皱纹的地方横竖做，进行织网式操作。竖着操作完，我们横着操作。如果眼皮上眼皮比较松的，我们可以把上眼皮向上提从下往上提，一直提到眉眶骨边缘这个位置做。但是千万不能在眼球内操作啊，不能在眼眶内操作啊。那么如果他眼角纹非常严重的位置啊，这个位置是太阳穴，我们一般3.0和4.5不能操作这个位置。但是我们用2.0的低能量，我们可以这样排着做。横着这样做完了，这样竖着做。一般横着走2排，竖着走2排。如果穴位比较敏感的人，我们不做也可以啊。然后做完以后，到达我们的一个额头。额头的话，我们一般选用1.5或者2.0的去操作，因为要根据它这个额头的皮层厚度啊，大部分是用2.0和1.5的去操作。额头的话呢，不需要提升，只需要横竖把能量均匀的布好点就可以。4个头做下来以后，综合的发数大概在800发左右。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要根据他的年龄和他的一个受力程度，如果受力能力比较小的，我们发数稍微多一点也可以。刀头操作完以后，我们需要用炮头啊，炮头是用来做定型以及一些细小部位没有做到的位置啊，我们操作炮头。炮头的这个手柄是这样拿的啊。我们一样，能量的话，男性比女性稍微低一点，女性大概在0.8左右，男性我们可以用0.6啊。然后一样，我们把凝胶打上，用盖章式操作。这个能量能接受吗？好，这个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要配合脚踏使用。首先，我们找到我们要操作这个位置啊，向上提升一下，然后踩一下脚踏即可。再挪一个位置。这个的话呢，它是打圈的形式体现的啊，它是打一圈，像个小太阳一样啊，打一个小圈出来。
这个在鼻翼两边这些细小的部位，刀头做不到的，我们可以着重做加强。那么炮头作为辅助，一般一张脸大概是打在400发左右，3个刀头啊，综合下来400发左右即可。操作的顺序一样是先做4.5，再做3.0，再做1.5，由深向浅去操作。好，额头的话就要换1.5的操作，然后点击暂停啊，卸刀头的时候用力按紧2个按键，然后把1.5的手柄拿过来，然后向下放。安装的时候对准我们的一个接触点，好，按紧以后它会自动识别。1.5的话，我们用0.2左右操作就可以，然后点击开始。啊，还是先把凝胶涂匀，啊。在额头啊，均匀的布一个环形的网，它是打圈儿的啊，它是一个圆圈儿，所以就会布一个环形的网即可。整个操作完以后，点击暂停，把刀头放好，炮头放好，然后轻轻按屏幕的按键，然后点击关机。关机完以后，把急停开关向右关闭。这个时候再到我们的后边主电源关闭即可。